朋友们，我是苏映雪。今天咱们聊聊一个实在又美好的计划，拿美国的退休金回到熟悉的国内生活。想想看，社安金每月到账，在国内能逛公园、会老友、品家乡菜、含饴弄孙，生活便利又热闹，汇率一算，生活质量还可能更高。这确实是许多人向往的晚年。但苏映雪阿姨和一些朋友的故事给我们提了醒，这个蓝图里要是漏掉关键几步，就可能遇上大麻烦。真有长辈兴冲冲回国后，发现养老金突然停了，账户动不了，联系受阻，甚至面临一些问题，最后只能折腾回美国处理，劳心劳力。所以无论你是美国公民还是绿卡持有者，若打算长期回国居住，并想稳稳领取社安金，离美前必须清清楚楚办好3件大事，这直接关系到晚年生活的安稳与底气。首先解答根本问题，人不在美国，能合法领钱吗？能，但有重要条件。社安局虽不要求你必须住在美国，但对居住地、身份资格以及能否及时回应核查，要求非常严格。许多人以为钱会自动到账，这想法风险很大，相关部门最担心把钱发错人，因此一旦系统察觉你长期离境或失联，常见的做法不是先联系你，而是直接暂停发放，等你主动解释。这一停可能短则2-3月，长则半年，对靠这笔钱生活的老人来说，现金流中断会非常心慌。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便，才要在离开前把准备工作做牢固。如果您觉得我讲的在理，请在评论区打个支持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也欢迎您分享自己的看法或计划。接下来，咱们就具体说说离美前必须妥善处理的3个关键事项。这第一件必须办好的事，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全是细节。那就是打理好你的收钱渠道，千万别再依赖支票了，同时得解决好远程验证这个核心难题。很多上了年纪的华人朋友还是习惯收到纸质的支票，觉得实实在在拿到手里才安心。但我得郑重地跟大家说，如果你计划回国常住，离境前一定得把领取社安金的方式改成直接存入，也就是让钱自动打进你的美国银行账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把支票寄到中国的风险实在太大了，国际邮件丢失、延误，这些情况根本没法控制。你想想，在国内等着钱用，那个月的支票在太平洋上飘了1个月还没影，或者干脆就寄丢了，你得多着急。就算收到了，现在国内大部分银行对境外支票的兑换处理得非常谨慎，手续费不低，光等着支票托收、资金到账，可能就得耗上1个月。这中间的时间成本和心理的焦虑，实在不值得。所以直接存入是唯一稳妥的选择。不过这里头有个关键细节，很多分享可能没告诉你，那就是你回国之后怎么管理你这个美国的银行账户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有网银啊，怕什么？朋友，现在的网上银行安全风控级别特别高，当你人在中国，用中国的网络 IP 地址去登录你的美国银行账户时，非常容易触发银行的安全警报。系统会觉得这是个异常登录，为了保护你的账户安全，可能会临时限制账户访问。这时候你需要打电话给银行客服解锁，国际长途费且不说，还有时差问题、语言沟通问题，以及最要命的身份验证问题。很多时候，银行为了确认是你本人，会发送一个短信验证码到你当初预留的美国手机号上。问题就出在这儿了，你回国以后，原来那个美国的手机号还保留着吗？如果没了，你收不到验证码，网银就登不上去，账户里的钱你看得见却动不了。更麻烦的是，如果你的账户长时间没有任何活动，还可能被银行转为休眠账户，处理起来更棘手。所以在离开美国之前，你必须做好2步操作。的一步，亲自去一趟你的银行，或者打电话找客服，明确告诉他们你将有海外旅居的计划，请他们在你的账户资料里做个备注，说明你会有来自海外的登录，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账户被误锁的几率。第2步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，解决好你的美国手机号。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注销这个号码，你可以把它转到那种月费很低的保号套餐，或者转移到一些提供虚拟手机号服务的网络电话平台上，确保你在中国连上网络后，依然能正常接收到美国银行、社安局等机构发来的短信验证码和重要通知。这把钥匙可得保管好。说完银行账户这件大事，咱们接着聊的2件你必须办好的事儿。
这件事直接关系到社安局会不会主动停发你的钱，那就是填写并提交一份叫 SSA-21 的表格，也就是离境声明，同时一定要弄清楚你的身份有什么限制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我悄悄走，不声张，社安局怎么会知道呢？这种回避策略可要不得，千万别低估现在数据信息之间的关联。虽然社安局和海关不一定实时联网，但如果你长期在海外使用信用卡消费，或者更新了护照信息，或者错过了某封重要信件的回复，社安局很容易就能推断出你人已不在美国境内。一旦他们认定你长期离境却未申报，那后果就不只是暂停发放福利那么简单了，还可能被要求退还之前多领的钱款。所以坦诚沟通是最好的办法。在离境之前，你应该主动通知社安局你的新居住地址，哪怕这个地址在中国。美国社安局是能够将款项汇到全球许多国家的，包括中国。你需要填写的 SSA-21 表格，它的作用就是正式告知相关部门，我即将或已经出国居住，但我仍然符合继续领取社安金的资格，请继续将我的款项发放到我指定的银行账户。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分水岭，那就是你的身份。如果你已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，那么恭喜你，你的自由度非常高。基本上，无论你在中国住多久，通常都不会影响你领取社安金的资格。只要你的居住地不是美国限制的少数几个国家，中国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但如果你仍然是绿卡持有者，也就是永久居民，情况就复杂多了。社安局有规定，持绿卡者若在美国境外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，社安金的发放通常会停止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持绿卡的老人家不得不每半年飞回美国一次。大家常说的跑卡，不仅是为了保住绿卡身份，往往也是为了保住这份养老金。不过，事情也有例外，美国与一些国家签订了社会保障协定，或者如果你满足了特定的工作年限要求，即使你是绿卡身份，长期住在国外也可能继续领取。这个核心条件就是你在美国工作并缴税满10年，也就是积累了40个积分。所以，办这第二件事的核心在于离境前的自我审查。拿出你的工资记录，或者直接登录社安局官网，查清楚你的工作积分是不是已经够40个了。如果你是绿卡且积分不够，那你计划回国常住时就要格外小心，很可能6个月后钱就停了。如果你积分够了，或者你是公民，那么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填写并提交 SSA-21 表格。即使将你的通讯地址更新为你国内的住址，或者一个你绝对信任的美国亲戚朋友的地址，以确保你能收到社安局寄来的所有信件。为什么收信这么重要呢？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说的第3件，也是最紧要、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大事。在讲这件事之前，我想请大家，如果觉得前面的信息有帮助，可以给我点个赞，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能看到。好，这第3件必须办好的事，叫做做好接收和回复生存证明的万全准备，也就是应对那个社安局定期发出的年度问卷。这可真是不少居住在海外的退休朋友的一块心病。美国社安局为了防止福利被冒领，会不定期的，通常是每1到2年，向居住在海外的受益人邮寄一份表格，表格代码是 Form 7162。这份表格内容很简单，主要就是问你还健在吗？婚姻状况有变化吗？有没有工作？地址变了吗？看起来简单吧？但这张纸的威力巨大，因为它高度依赖传统的邮政系统。你想想，社安局从美国寄出一封平信到你中国的住址，这中间要经过多少环节，丢件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很多老人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程序，或者因为搬家、信箱不常查看、邮递员投递失误等原因，压根就没见到这封信。社安局的逻辑是，我寄信给你，如果你在规定的期限内，一般是45到60天，没有把填好的表格寄回给我，那我就默认你可能已经去世或者失联了。紧接着，系统就会自动暂停发放你的社安金。等你发现前好几个月没到账，再想办法去联系查询时，往往已经过去很久了。要恢复发放，你得重新填表，有时甚至需要你去美国驻华使领馆做一份健在证明，公证流程繁琐，耗时可能长达半年以上。这半年没有收入，对依靠这笔钱生活的老人来说，心理压力和实际困难都很大。所以在离境前，这第3件事就是要布局好，如何确保自己能收到并能及时回复这份生存证明。你有几个策略可以选择。
第一，如果你在美国有子女或者非常可靠的亲戚朋友，你可以把社安局的通信地址留成他们的地址，请他们收到信后立刻拍照或扫描发给你，你填好签好字再寄回美国，请他们帮你投递回社安局。这是最稳妥的方法，因为美国境内的邮寄丢失率极低。第二，如果你在美国没有可以托付的人，必须留中国的地址，那么请务必确保你留给社安局的中文地址翻译准确无误，最好能附上一个有效的国内联系电话。同时，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主动留心这件事。如果你长期没有收到任何表格，千万别暗自庆幸，反而要主动一点，想办法联系社安局，询问他们是否给你寄出了表格，以免因为邮件丢失而莫名其妙被停发。虽然现在社安局也在推广在线服务，但在全面普及之前，纸质表格依然是主要方式。除了这3件核心大事，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，能帮你省下一笔钱的小窍门，我想顺便告诉大家，这也是很多准备离境的华人朋友容易忽略的。那就是关于联邦医疗保险，也就是红蓝卡的问题。很多在美国退休的华人都办了红蓝卡。大家要知道，红蓝卡的 B 部分主要是负责看医生、门诊等医疗服务的，这部分每个月的保费是会直接从你的社安经理扣除的。现在每个月大概要170多美元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一年下来就是2000多美元，换成人民币1万多块了。但关键点是，美国的红蓝卡一旦出了美国国境，它的保险功能基本上就失效了，它不报销你在中国的任何医疗费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决定长期定居中国，并且1年里都不打算回美国，那么你每个月交的这170多美元 B 部分保费，很可能就白白浪费了。因此，在离境前，你可以考虑申请暂停你的红蓝卡 B 部分。这样操作之后，你的社安金每个月实际到账的金额就能多出这170多美元。这笔钱在国内，你可以用来购买一份不错的商业医疗保险，或者干脆存起来作为专门的医疗基金。当然，这里必须有个风险提示，如果你将来改变了主意，又要搬回美国长期居住，想重新加入 B 部分时，会有额外的保费调整，通常是每晚加入1年，你的月保费就会永久性的增加 10%。所以，这个操作最适合那些决心已定要在中国常住，或者觉得自己身体健康，在国内看病更划算方便的朋友。这需要你自己好好算一笔账，权衡利弊。但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你，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，这笔钱其实是可以根据情况选择省下来的。说到钱，咱们就再聊聊税务这个重要话题。有些人可能觉得，我人都离开美国了，美国的税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这个想法可是大错特错。美国实行的是全球征税原则，只要你还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，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产生的收入，理论上都需要向美国国税局申报，你的社安金本身也是收入的一部分。当然，社安金这笔钱具体需不需要交税，取决于你的综合收入水平。如果你在中国没有其他收入来源，只有社安金，那么这笔钱通常是不用交税，或者税率极低的。但是，如果你在国内还有其他的收入，比如房子的租金、国内的退休工资、投资理财的收益等等，这些所有收入加在一起，就可能使得你的社安金的一部分需要被征税。而且，中美之间是有税务协定的，具体怎么操作才能合理合法地避免被双重征税？强烈建议大家在离境前咨询熟悉中美两国税法的专业会计师，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。现在全球金融信息交换越来越透明，一旦被查到有意规避，产生的费用可能会吞噬掉你好多年的退休金积蓄，得不偿失。最后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，我们费心做这些准备，不只为了每月几千美金，更为了一份晚年的自主、尊严和踏实。退休回国虽有落叶归根的浪漫，但重新适应文化、调整生活、与子女相处都可能带来挑战。而那笔每月准时到账的退休金，正是你生活中最大的确定性，让你不依赖子女，在改善生活、旅游或就医时有自己可支配的财力。这是你年轻时辛苦奋斗应得的权益，千万别因怕麻烦或语言障碍就放松对关键细节的把握。把银行账户、地址更新、生存证明妥善处理好，合理规划不必要保险，这几步稳了，退休才能真正高枕无忧。信息就是财富，提前了解能避开陷阱，
今天花时间听这些，未来或许就能避免无数麻烦，守住属于你的财富。愿每一位在海外奋斗大半生的朋友，无论在哪里养老，都能过得体面、富足、安心。如果你或身边有人计划回国养老，请分享这些提醒，这或许正是他们需要的定心丸。前路美好，但需提前看清路标，做好准备。只要功课做在前面，手里有规划，心里有底气，定能走得平稳顺当。建议把要点记下，离境前逐一落实，准备越充分，回国后的日子就越从容。如有具体问题，欢迎随时交流，也请关注政策动态，因规定或有细微调整。祝愿大家退休生活美满顺意。